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的直觉果然准确，近日才发现冯绍峰的面貌早已发生变化。从鹤岗的小城到威尼斯的领奖台，辛芷蕾那似乎遥不可及的梦想，最终变成了切实可行的现实。那段时间，光彩耀眼，要的人睁不开眼，所有人都盯着他看，完全没注意到当时站在一旁充当配角的冯绍峰。冯绍峰的存在感一直都挺低的，习惯成自然了。最容易被搞错的一幕，可能就是张颂文和童瑶远远的互动画面了。他们隔着冯绍峰，却像没看到一样，好像他不存在似的。冯绍峰没有强行插进去，脸一直保持着冷漠，也没出声让座，默默站在一边，心事重重，反而显得格格不入，就那么站在中间。他当时那状态，可以说就像刚刚经历了离婚，还得用点时间好好调整调整。其实呢，冯绍峰的性格一直挺平淡的，正如他说的那样，和外界保持一些距离。坦白说，他也承认自己算是娱乐圈边缘人物，看起来不像圈里人那样。他的办事方式很讲究，偏向稳扎稳打，做事踏实可靠，从不喜欢张扬炫耀。这次威尼斯的行程，他就跟着剧组一块儿，没有争强表现的机会，就只是在辛芷蕾身后安安静静地待着，像只乖乖的小鸡似的。身穿一套笔挺的西装，真是那种富家少爷专属的派头，姿态挺拔自然，透着一种不经意流露出的贵气。辛芷蕾拿奖啦，镜头一转，看到台下那阵子热闹，和张颂文那用力过猛的表情比起来，冯绍峰则是内心欢喜，外表平静，没有太多夸张的动作，嘴角挂着微笑，满满的欣赏之情注视着辛芷蕾。不得不说，冯绍峰确实是个合作伙伴运不错的人，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女演员凭借他的合作走得更高，比如杨幂、赵丽颖到辛芷蕾，都是亲眼见证了他们的快速崛起。感觉他好像还站在原地，红不了也不算什么糊，反正就那么稳稳地带着，不缺剧演。电影《日挂中天》里提前放出的那段内容还挺吸引人的，张颂文和辛芷蕾都拿到了台词的表现空间，而冯绍峰饰演的齐峰虽然没说话，但从他的神态里能看出角色的纷繁复杂，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一览无遗。说到冯绍峰，大家总是联想到他那感情丰富、风流多情的形象，演技倒是次要的。他那些段段桃花事，个个都印象深刻，真实让人难忘。像和倪妮那样，算是郎才女貌的一对，好看的让人羡慕。那会儿他遇到困难，冯绍峰挺身而出，慷慨相助。这个既帅气又有气质，家庭也不错的男孩，怎么可能不让女孩们心动呢？感情到了最浓时，他竟敢在媒体面前放心大胆的示爱，完全不担心会耽误事。他表面给人一种御姐范儿，但对感情却特别执着。每次看向冯绍峰，眼里都充满了深情，那亮晶晶的目光总粘在他身上，像个小迷恋似的。甚至坚信这一辈子都认定了他，没有他绝不考虑别的。他那份一片痴心，等了许久都没盼到冯义无反顾的答应，要是再有什么消息，估计两人也就释怀的各奔东西了。他叫他妮妮，他答他冯绍峰，名字倒着一念，故事也就到这儿打住了。对冯绍峰来说，养情伤这事儿压根不存在。他的绯闻似乎没歇过，桃花一茬接一茬，身边的人不断更换，从林允到郭碧婷，最后才和赵丽颖定下心来，想安静过日子。既是唐僧那份情难自抑，又是顾二叔展现的成熟稳重。连续2次，他赵丽颖都把心放了出来，大家都说他是不是太陷入角色，搞得有点糊涂了。不过对男人这事儿，
赵丽颖早就练出一双火眼金睛了。当时陈晓用孔雀开屏式的方式示爱，但又拿不准决心。每次媒体想试探赵丽颖的想法，她都说得很清楚，跟陈晓没关系，一刀两断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。赵丽颖一直把责任感放在挑伴侣的标准里，这点从没变过。可惜陈晓那会儿太年轻，气盛的不成熟，总觉得还没长大。林更新一直让人觉得难以释怀，他自己则评价说像哈士奇一样。偏偏谈到冯绍峰时，他的话题一转，流露出些许害羞，称他是白马王子。要说冯绍峰能把圈里的那些优质女星都抱得稳稳的，事后又没有一句闲话，他肯定是有他的了得之处。家境殷实，把他培养的各种技能都不在话下，霹雳舞、小提琴，进剧团4岁那会儿就在几千人面前参加比赛演讲，还拿了第一，成绩也一直不错，表现太出色，直接保送到上戏，一路顺风顺水，对争这个事儿一点兴趣没有，再加上长得特别惊艳，像一位温润如玉的谦谦公子，淡定的像水一样，品行也挺正直。不少人对他都存在偏见，除了顾二叔之外，特别对柳岩照顾得特别周到。伴娘炒作事件让柳岩在圈内的处境变得挺尴尬，参加节目时被挤兑，没人搭理。就在这时候，他一直关心柳岩的情绪，把孤单的她温柔地邀请进了人群。冯绍峰身上真能明显看到那修养和绅士这些抽象的词汇，性格太温和，也许就缺少点果断，抓不牢那强势的女人，维持不住一段长久的感情。倪妮和赵丽颖都是这模样，成长的环境差异挺大。赵丽颖的目标特别明确，她那种强烈的渴望想要拥有某样东西的心态挺明显的。她很赏识，但也曾怀疑过，是发自内心的喜欢，还是为了实现结婚这个目标而故意表现出来的。她是个喜欢追赶先进、努力向上的人。这个公子姿态淡然，对未来没啥追求，两个世界的人罢了。等到那位上级冷静下来的时候，分开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有人说冯绍峰在戏里饰演的可是顾廷烨，说起现实中，他倒更像个小公爷，家里条件也挺相似的，都是有个强势又出色的母亲。可能因为这样的背景，性格偏优柔寡断，遇到事情也难以决断。感情方面的事外人很难知道，其实看看冯绍峰一路走过来的路子，就知道他是个挺有主见的人。他没有走那条安稳的继承家业的路子，而是选择了搏一把，投身娱乐圈这个水深火热的地方，真是展现了那副儒雅外表下隐藏的小叛逆。不少明星啊，真是拼劲十足，争得厉害，爱出风头，话题不断，满脑子都是名和利。表面风光无限，可背后在圈子里打拼，可不那么容易。冯绍峰嘛，好像对红不红的事儿没太放在心上，也不把明星这活当得特别重。不过他是观众为老板，这个习惯可挺老派的演员做法，脚踏实地，专注做好每一部电影。能这么清楚，恰恰是有主意的人最明显的标志吗？离了婚后，前妻那气势可是挺猛的，他这个前夫哥也没少被人取笑，嘲笑他再也没有机会攀上高枝了。家里经济条件还行，冯绍峰大可以放宽心，不用太操心。不过在演技上，他没浪费男演员的黄金时光，每个阶段都能推出一部不错的剧作，更别说知否都变成养老剧。都已经46岁了，依旧精神十足，保持着源源不断的拍摄状态，大型戏剧之间就用一些客串来填补空白。眼下央视的重磅大剧《阵地》即将播出，他在剧中扮演一位老一辈的革命作家，眼神炯炯有神，既红又正，一方面展现出文人那份坚韧不拔的气质，另一方面又带点战士那股硬气。可以看出，
冯绍峰挑戏的风格挺杂的，没有什么特定的方向，啥类型都试试，一会儿变成深情款款的楚霸王，一会儿又在家庭剧里扮演个凤凰男，邪的、正的，没有界限。以前总觉得冯绍峰那双桃花眼，看上去像个风流公子的模样。看过一些男明星辜负真心之后，再回头看看冯绍峰，虽然话题多，但起码感情专一。单看他演技不错，又挺低调，不追热搜的曝光度，是个被误解挺深的男演员。关于男明星的感情问题，越过一些之后，转头看看冯绍峰，虽然他话题不少，可是真心带过，感情还是挺专一的。单就他本人来说，不仅演技还行，又比较低调，不怎么搞热搜，所以挺容易被误解的，算是个有点被忽略的男演员。